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，让无数男人为之动容哭泣？有人从片头哭到片尾，说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经历。故事开始于1950年冬天，朝鲜战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。为了躲避战乱，数十万难民涌入到新南港，想要乘坐美军的军舰逃离这里。德秀一家也在其中。可是面对如此庞大的难民潮，小小的军舰显然无法装下所有人。这时德秀爸爸见有人正在向海上的小船转移，于是立刻带着家人们朝着海上狂奔。父母抱着弟弟和小妹在前面引路，将二妹莫顺交给了身为长子的德秀。慌乱之中，莫顺不小心摔倒，幸好父亲闻讯及时赶回来，一家人最终安全地逃到了小船上。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当小船靠近游轮后，众人顺着外面的绳梯开始攀爬，每个人都想争分夺秒地挤上游轮。混乱的场面导致不断有人从绳梯上跌落，随后坠入到冰冷的海水中。见此情形，年少的德秀也感到无比害怕，但他还是要强装镇定，大声给快要昏睡的妹妹加油打气。父母带着弟弟妹妹成功爬上了游轮，可就在德秀马上也要登船时，一只大手突然从后面伸出，将妹妹莫顺一把拽下。等德秀反应过来时，手里只剩下妹妹半截断裂的衣袖，他焦急地呼唤着莫顺的名字，却怎么都看不到踪影。闻讯而来的父亲决定独自下去寻找，他郑重地告诉德秀，爸爸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家里的家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家长永远要把家人放在第一位。가장은 어떤 일이 있어도 가족이 제일 우선이다. 알았지, 이야? 시방부터 네가 가장이니까 가족들 잘 지키라. 交代好一切后，父亲便顺着绳梯爬了下去。可是还没等他找到女儿，游轮就开始启动了。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身影，德秀和母亲在船上哭得撕心裂肺。随着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远处的家乡瞬间化为灰烬。船上的人都知道，此一别也许今生再也回不到这里了。几个月后，德秀和母亲辗转来到釜山的国际市场，按照父亲临别时的叮嘱，他们找到了在这里开杂货铺的姑姑。姑姑是个善良勤劳的女强人，可偏偏找了个好吃懒做的酒鬼丈夫。虽然姑父一脸的不情愿，但在姑姑的安排之下，德秀一家4口总算安定了下来。为了帮母亲减轻压力，懂事的德秀不仅一边照顾小妹一边读书，还利用闲暇时间在街头帮人擦鞋来添补家用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一生的好兄弟打酒。这天，两人在擦鞋时遇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眼镜男。这个男人和其他客人不同，嘴里张口闭口就是关于经济复苏的国家大事。男人问德秀有什么梦想，德秀说自己想当一名船长。这是德秀第一次将心中的梦想脱口而出，没想到竟然得到眼镜男的充分肯定。他表示自己以后会开一个船厂，到时候德秀就能开着他的船巡游世界了。看着眼前这个满嘴跑火车的男人，打酒在一旁满脸的不屑。殊不知此人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。童年的时光虽然生活很苦，但弟弟妹妹们总能吃到德秀用挨打换来的巧克力。一转眼12年过去了，为了供弟弟妹妹们读书，德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，日以继夜的在码头干起了苦力。弟弟盛奎没有辜负他和母亲的期望，以第1名的成绩考上了韩国最高学府首尔大学。德秀在高兴之余又开始犯起了难，因为家里根本没钱去支付高昂的大学学费。打酒告诉德秀，德国一家矿业公司正在招募大量矿工，在那里只需要干上3年，就能挣到一笔十分丰厚的酬劳。对此德秀并没有什么兴趣，因为德国路途遥远不说，矿山里的工作更是危险重重，万一不小心把命搭上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可晚上回家后，德秀立马就改变了主意。懂事的弟弟知道家里的难处，告诉母亲他不想上学了。 1년 365일 뼈 빠지기 1만 한다고. 제가 그런 돈 받아서 대학 든 게 마음 편하겠습니까? 어머야. 부디 닥치 새끼야. 어디서 확... 형님아. 不久之后，德秀和打酒参加了矿业公司的招聘会。面对众人都无法抬起的米来，德秀竟然轻轻松松就举过了头顶，甚至还做了3个难度系数颇高的托举动作，这让两人顺利进入到了复试环节。可由于德秀没有矿山上的工作经验，复试官对于他的工作请求有些面露难色。不料很少开窍的德秀此刻却突然灵光一现，立马起身唱起了《我为祖国挖煤矿》的爱国神曲，搞得复试官们都有些不知所措。凭借无比正确的意识形态，德秀和打酒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份工作。随后两人坐着飞机来到了德国。 然而矿山的工作却远超他们的想象，不仅每天要在矿洞里干上10几个小时，经常还会因为各种意外搞得头破血流，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丧命于此。但是为了给弟弟凑足学费，德秀不得不咬牙坚持下来。然而比起身体上的劳累，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感让德秀更加煎熬。直到这天，一个叫英子的姑娘出现，彻底改变了德秀枯燥无味的生活。 和德秀一样，英子是家中的长姐。为了照顾弟弟妹妹们的生活，她选择从韩国远渡到德国，在一家医院做起了实习护士。相同的经历让2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他们一起去舞厅跳舞，一起在草地上野餐，两人彼此像对方的一缕暖阳，照亮了他们各自孤独的异乡生活。然而，外面的风景固然美好，可一回到暗无天日的矿洞，
危机就从未离开过。这天，由于地面工作人员操作不当，导致矿洞内发生了坍塌事故，所有矿工拼命向外逃跑。打九不幸被一块落石砸中，德秀见状不顾工友们的劝阻，毫不犹豫地返回去救援。结果矿洞在此刻全面坍塌，两人瞬间被卷入了无情的石浪中。得知消息的英子立刻赶到了事发现场，可由于担心洞内发生2次爆炸，德国主管不允许任何人开展救援行动，哪怕英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冷漠的德国人还是甩开手转身离开。关键时刻，和德秀朝夕相处的工友们站了出来，他们拿着工具冲破了德国人的阻拦，义无反顾地前往矿洞去救人。此时的矿坑里，打九好不容易把德秀从碎石里拖出，他用手抠出德秀嘴里的煤渣，拼命按压他的胸部，总算把德秀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。经过工友们长达10几个小时的奋力挖掘，二人最终奇迹般的被营救出来。看着担架上奄奄一息的德秀，英子心疼地握紧了他的手。经历了这次生离死别，两人更加确定了彼此之间的心意。可是德秀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，他希望英子能和他一起回国，没想到英子却委婉地拒绝了他，因为德秀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可以光荣回家，但英子却没有达到家里人的要求。二人这段感情刚刚开始就不得不宣告结束。不久之后，德秀回到了韩国，3年来的舍命挖矿打拼，不仅让弟弟顺利读上了大学，还给家里买了一套大房子。多年未见的亲人激动地抱在一起，一家人笑成了傻子，也哭成了泪人。在德秀的帮助下，姑姑店里的生意也日渐红火起来。姑姑没有孩子，她决定去世后把店铺交给德秀来打理。德秀嘴上虽然说着不同意，可心里却乐开了花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更大的惊喜也降临到了德秀头上。原来在他回国前的那个夜里，英子和他玩了一次老鹰吃小鸡的游戏，没想到英子竟然意外怀孕了。就这样，两个相爱的人幸福地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德秀总算尝到了生活的甜头。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6年后他更是如愿考上了韩国海洋大学，距离自己的船长梦想又近了一步。可就在他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家人时，小妹却在家里和母亲发生了争执。原来为了置办自己的嫁妆，小妹想让母亲把家里的房子卖掉。 딸내미 결혼시키는데 그 정도 생각도 안 했나? 네 큰오빠는 그 밥상에 수저만 넣고 결혼식한 거 니도 알지? 야. 그거는 빙시같이 지가 안 한 거잖아! 야, 이 예민한 새끼야! 네가 저렇게 대교 간줄 모르니? 네 오빠가 독일 가서 죽기 살기로 타들켜갖고 니들 들켜도 갖고 우리가 이렇게 사는 기다 아니니? 听到这一切的德秀选择了沉默，而更加糟糕的是，姑姑此时因病离开了人世。酗酒成性的姑父打算卖掉铺子换酒吃。听到这个消息的德秀勃然大怒，因为这间店铺不仅是姑姑一辈子的心血，更是父亲唯一能找到家人的坐标。为了凑齐妹妹的嫁妆和对下店铺的钱，德秀放弃了自己做船长的梦想，再一次扛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。他不顾英子的反对，带着好兄弟打九毅然前往了越南战场，成为了韩国军队里的后勤保障员。相比于德国矿场，虽然这里获得的回报更加丰厚，但风险也是巨大的。 即便身处在相对安全的美军驻地，也常常会遭到越南人的自杀式偷袭。每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德秀总是跟家里报喜不报忧。英子自然知道丈夫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，她终日只能以泪洗面，祈求德秀平安归来。在一次撤离行动中，当地难民想要跟随韩军一起撤退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德秀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。没想到向来吊儿郎当的打九，在被一个越南妹子拉住手后，瞬间燃起了英雄气概，严厉斥责德秀见死不救的无义行为。无奈之下，德秀只好同意了难民的请求。可就在众人陆续登船时，一支越南游击队突然杀了出来，慌乱之中，一个小女孩掉进了河里。船上的哥哥不顾危险，拼命起身呼唤。这一幕让德秀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情景，他冒着枪林弹雨，奋不顾身地跳进了水里，成功将小女孩救到了船上，但自己却在登船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大腿，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。战争结束后，德秀光荣回国，看到丈夫腿上冰冷的铁架，英子伤心的痛哭失声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德秀用生命换来的钱不仅保住了姑姑的店铺，还为妹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。看着身旁一瘸一拐的哥哥，不懂事的小妹一夜之间也终于长大了。德秀再次履行了对父亲的承诺，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庭。然而对于他来说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尚未完成，因为他坚信父亲和妹妹都还活着，他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内找到家人。1983年，韩国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寻亲节目，旨在帮助战争中失散的亲人重聚。数以万计的韩国人纷纷聚集到首尔，德秀带着打九也赶往现场寻找家人的消息。但是距离内战已经过去了30年，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亲人，谈何容易？面对电视采访的镜头，德秀努力用最清晰的语言描述当年的情况，向观众展示手上仅有的半截衣袖。但节目播出去了好几天，却没有一丁点父亲和妹妹的回音。看着电视里越来越多的亲人团聚，德秀在羡慕的同时也变得有些焦躁不安。直到这天，电视台突然打来电话，声称找到了德秀的父亲。德秀立马满怀期待地跑到了演播大厅，可当他和老人连线之后，发现对方根本不是自己的父亲。母亲也在电视机前一眼认出此人不是自己的丈夫。德秀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他却并
并没有放弃。没过多久，电视台再次传来消息，他们找到了一个疑似德秀妹妹的人。当电视连线被接通时，对方一口流利的英语却让德秀再次感到了失望。女人说，她小时候在新南码头和家人走散，后来在孤儿院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。然而，当对方撩开头发露出耳后的胎记时，德秀瞬间无法淡定了，因为妹妹莫顺也有着同样的胎记。女人说自己虽然失去了儿时的记忆，但她却清楚地记住了哥哥在她耳边的叮嘱。I remember right before we were separated. 헤어지기 바로 전에 My brother told 오빠가 me 한 말이 있습니다. 여 운동장이 아니다. 놀러 나온 게 아니다. 알아? 알아봐이선 꼭 잡아라. 꼭 잡아라. 진짜로 내 동생 막순아. Am I your sister? 맞아. 저 옷 맞아. 막생 옷 맞습니다. 막순아. I miss you so much. 막순아 미안하다. 막순아 미안하다. 德秀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妹妹莫顺，一家人压抑多年的心结就此解开。几周之后，莫顺带着家人来到韩国，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再次团聚。母亲在与莫顺相见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，转眼间又过去了30年。德秀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本可以早早退休，和子孙们共享天伦之乐，可他却一直不愿卖掉姑姑的那间杂货铺。面对政府的办事员上门来洽谈拆迁一事，德秀总是倚老卖老把对方赶走。在别人眼中，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倔强老头。 可只有他自己明白，这间店铺对于他乃至整个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。看着如今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德秀深感欣慰。他默默地走进自己的小屋，对着父亲那张斑白的照片，诉说起多年来经历的艰苦与辛酸。 아버지, 내 약속 잘 지켰지? 막수이도 찾았고, 이만하면 내 잘 살았지. 근데 내 진짜 힘들었거든요. 午夜梦回之际，德秀仿佛再次回到了童年。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，父亲感谢他为家人所做的一切。德秀也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对父亲的诺言。几天后，他终于决定将那间店铺卖掉，正是迎接属于自己和英子幸福的晚年生活。电影至此结束。这是一部2014年上映的韩国电影《国际市场》。影片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历程。尹德秀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，他执着地信守着对家人和自己的承诺。一个人的牺牲换取了整个家族的幸福。这不仅是一个男人的一生，也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史。 任何国家的繁荣昌盛，总会牺牲几代人，甚至几个城市的幸福。正如我们建国之初的东北老大哥们，又何尝不是因为一句共和国长子奉献了他们的所有？希望每一个长子们的未来真的能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样，忍耐是苦的，但果实一定会是甜的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